這個世界上真的有無底洞嗎？美國華盛頓州艾倫斯堡，一個自称為梅尔沃特斯的人，在一個中文译名叫做《咫尺天涯》的廣播節目中爆料說，自己家旁邊有一個非常深的洞，他一直把這個洞當垃圾桶，家裡的垃圾他全都倒到這個洞裡，他的鄰居也這麼幹。但是自從他搬來住這兒已經10幾年了，他搬來之前這個房子上一任主人也住在這兒30多年，這個洞一直都在，而且他们一直把它當垃圾桶用，但是这个洞從來就沒被填滿過。而且啊，往下面扔東西的時候，甚至他都聽不到物體觸底的聲音，這也激起了梅爾的好奇心啊。於是他就開始留心觀察關於這個洞的其他異常。他發現他家的狗子啊，從來都不會靠近這個洞。如果拿個收音機靠近洞口，還會收到一些奇怪的信號。有一次他拿着收音機聽一個音樂電台，然後走到洞口旁開始調頻。剛開始收音機裡發出來的全都是噪音，但是過了一會兒，他收聽到了一場棒球比賽。經過他查證之後，發現他收聽這場棒球比賽發生於1967年，30多年前的比賽。難道這個洞會穿越時空？很奇怪，他的一個鄰居還告訴他自己之前家裡死了條狗，然後他的鄰居就把這個狗扔到這個洞裡。當然這樣做法是不對的，但是他鄰居是這麼幹的。幾天之後呢，這個狗就又活過來了，從這個洞裡鑽出來了，但是好像就不認識他主人了。跑進樹林裡之後就再沒見過。於是啊，1997年2月21日，梅爾沃特斯就在《咫尺天涯》這個廣播節目中啊，對主持人打電話講述了他們家這個神秘洞穴的故事。 I guess this is Eastern Washington. Mel, are you there? Yes, I am. First of all, Mel, thank you for answering. When did you discover this hole? 這個廣播節目在當地非常有名的，所以梅爾這一期有很多人都收聽了。而梅爾詳細的描述啊，甚至可以讓任何一個聽過節目的人都能找到這個洞。結果第二天啊，梅爾再次聯繫到主持人，說就在節目播出之後啊，軍方封鎖了那個地方的入口，現場可以看到大量的直升機，自己被穿着制服的人禁止再次進入這片區域，理由是說這裡發生了飛機失事事件。而梅爾也查看了當天的新聞啊，並沒有相關的報道。可能是軍方想要探究一下這個洞。這些穿着制服的人還調來了很多大型設備，並且聯繫梅爾說，他們將以每個月25萬美元的價格租下他的這塊地皮。哇，如果是我的話，我願意租給他。對，前提是梅爾不允許再留在美國了。梅爾也不敢跟這些人發生爭執，畢竟每個月還有25萬美元，從此就財富自由了。於是就答應了他們的要求，並且移民去了澳大利亞。1999年12月，他又回到了華盛頓，因為他想探望自己的親人，自己親人還在那邊。結果在公交車上與別人發生口角，警察趕到之後就對梅爾說，他的房產正在走被沒收的流程。梅爾被帶走之後的事情，他自己就什麼也記不起來了，只知道自己12天之後醒來的時候，在舊金山的一條小巷裡，牙齒被別人拔掉了幾顆，銀行賬戶也被清空了，手臂上還有針孔和被捆綁的痕跡。是有人對他進行一些，可能對他進行了一些藥物注射，所以導致他的記憶記不清了。對，好恐怖。節目播出之後啊，為了驗證梅爾所說的事件的真實性，很多記者就趕到了梅爾所說的那個地區，想看看能不能找到這個洞。洞確實是沒有找到，但是那個地區啊，確實有很多軍事秘密房。而且梅爾所說的那個區域啊，也在不久前就被列為了禁飛區。之後2000年，梅爾再次做客《咫尺天涯》節目，並且聲稱自己發現了第二個神秘洞穴。事情也從這裡開始變得更離奇了。他和當地的巴斯克人搞來了一隻羊，吊着就放進那個洞裡，結果拉出來的時候，羊就已經死了，但是表面上沒有任何傷口。於是他們就決定解剖來看看裡邊。讓人沒想到的是呢，解剖之後，他們發現羊的內臟已經完全熟了，熟透了，因為熱。對，但是它外面，但裡邊熟了。好奇怪，並且還有一個像腫瘤一樣的肉球。他和巴斯克人切開了腫瘤，看到了一個像海豹一樣的奇怪生物，而且這個海豹還有一雙像人一樣的眼睛。最後呢，他和這個巴斯克人就商量了一下，就說把這個羊還有這個像海豹一樣的生物就扔到洞裡去。但是呢，之後這個梅爾就說他在接觸這個像海豹一樣的生物之前啊，他自己是有腸道癌的。接觸之後呢，好了，沒了，癌症痊癒了。至此啊，梅爾的洞穴奇遇也就結束了。很多探險愛好者根據這些信息去到他所描述的地方去尋找洞穴。雖然洞穴沒有在這個區域找到，但這個區域內有很多的禁區和守衛，大家都懷疑這個地方可能就是神秘洞穴的所在。於是呢，雲探險者開始在衛星地圖上找答案。最早的雲探險者用的不是谷歌地圖，因為那個時候谷歌地圖還沒出來。97年那會兒或者2000年那會兒。那有什麼地圖？他們用的是一個叫做 TerraServer 的網站，結果發現梅爾描述的那片區域啊，被一大片白色給覆蓋住了，欲蓋彌彰的感覺。對，所以這也加劇了大家對這個都市傳說的痴迷。如今仍然有大量的愛好者使用其他的地圖軟件去探索這個區域，並且發現了很多疑似梅爾洞穴的地點。但是如果這個神秘洞穴真的存在的話，衛星地圖上也是真的不可能找到了。
1961年10月，一架图95V 从俄羅斯北部某机场起飞，穿过北极星地岛上空，并投掷下了一颗如同一辆公交車大小的核弹。这是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炸弹。投掷它的那架图95V 都差点因为爆炸冲击波坠毁。单说它爆炸後的火球直徑就能覆蓋方圆近8公里的範圍。幾分鐘後，它升起的巨大雲團，高度能夠達到67公里，直徑大約100公里左右。800公里外都能看到蘑菇雲，1000公里外都能看到爆炸耀斑。爆炸產生的氣壓波環繞了地球3圈，這是人類有史以來引爆過的威力最大的炸彈。當時它還是蘇聯的絕密項目，幾十年後人們叫它沙皇炸彈。儘管它的引爆引發了幾乎全球所有國家的反對和譴責，稱研究威力更大的炸彈是愚蠢的，是在斷送整個人類的命運。但如今幾十年過去了，對於威力更大的炸彈的研究仍然在暗地裡進行着。按鈕一按，毀滅地球。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已經不再是原子彈和氫彈。匈牙利裔猶太族美國理論物理學家愛德華·泰勒被譽為氫彈之父，但他在發明了氫彈後並沒有止步。當時的核軍備競賽已經讓所有人都在世界性核戰爭爆發的恐懼中。泰勒決定跳過這個恐懼，將全體人類直接帶到末日前夕。他要建造的不只是一種武器，更是重啟地球的按鈕。該項目被稱為日晷計劃。它不需要轟炸機攜帶或者導彈制導投送到某個地點，只需要將它安置在一處小島、一個山洞，甚至是自家後院。畢竟這是毀滅整個地球的東西，它在哪裡爆炸根本沒有區別。據估計，日晷至少有2000噸重，爆炸威力相當於100億噸 TNT。據推測，當日晷爆炸後，火球直徑就能達到驚人的50公里，400公里內的一切將被瞬間點燃，大氣將被衝擊波射入太空，並在爆炸點引起至少9級地震。它的身影將會傳遍整個世界。隨後，放射性塵埃會隨着大氣讓整個世界被完全籠罩，全球絕大多數水源被污染，全球氣溫驟降10度，進而導致全球範圍的嚴重饑荒。幾年內95%的人類將會死亡。日晷計劃將被以威懾作用而存在，但是誰又能保證它永遠都只會是一個威懾呢？好消息是，截止到目前為止，日晷計劃仍然只是個計劃，並沒有真正的東西被制造出來。該計劃的大部分細節目前仍是絕密，但是它並沒有被放棄，留給我們暢想未來的空間不多了。到底是死在 AI 手裡，還是死在日晷計劃手上？這是個令人絕望的選擇。一個武器是否可怕，單從威力上來衡量，或許太片面了。我們也應該來看看被這些武器折磨的生不如死的受害者。1962年到1971年的越南戰爭是美軍自認為的經歷過的最艱難的戰爭之一。雖然美軍和南越擁有裝備優勢，但是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以常規方式作戰的北越。他們利用地形優勢以及從神秘的地方學來的兵法，讓美軍無法發揮其裝備的優勢。茂密的叢林更是給他們提供了無限的可能。於是為了削弱北越的優勢，美軍啟用了化學突躍劑，其中主要是沉劑和藍劑。一是為了毀滅叢林這類的地形環境，二是針對北越的農田進行破壞，阻止北越軍隊獲得糧食。於是在整個越南戰爭期間，美軍使用直升機或者低空飛行的 C-123運輸機，在越南北部、老撾東部、柬埔寨部分地區噴灑了近7600萬升沉劑，相當於28個奧運會標準泳池的容積。2萬平方公里的叢林以及數千平方公里的農作物被毀，不僅造成了涉及60多萬人的饑荒，以及該地區動植物種類和數量的驟降，還有多達300萬人因此患病，比如各種癌症以及兒童的畸形，且其影響直到今天仍然在繼續。這是一場秘密開展的戰爭，但是每一位中國人都應該清楚地知道這件事的所有細節。1925年6月，日本簽署日內瓦公約，承諾不在戰爭中使用生化化學武器，但是他們仍然在暗地裡秘密地研發。1939年，日本陸軍在南京成立了1644部隊，專門研究可用作生物武器的各種化學物質和病原體對人體的影響。與此同時，寧波成為了我國當時獲取國際救援物資最重要的港口，人口密集，流動性大，貨物進出頻繁。於是在妄圖3個月內吞掉中國的計劃失敗後，日本開始計劃對浙江的重要城市使用細菌彈，利用其流動性擴大細菌彈的威力。於是1940年9月之後的3個月裡，寧波等6個地區遭遇了日軍不同形式的細菌彈襲擊，其中包括70公斤的傷寒桿菌、50公斤的霍亂弧菌以及5公斤的鼠疫跳蚤。它們甚至會被偽裝成食物，被用飛機投放，引誘飢餓的民眾吃掉。由於當時醫療條件和藥品的匱乏，襲擊發生1個多月後，鼠疫等流行疾病開始迅速爆發。寧
寧波建立了面積大約5000平方米的隔離區，燒毀了數百間房屋和店鋪。僅寧波市一市因感染死亡的人數就多達1554人，整個細菌彈襲擊中被感染的人數多達數萬人，引起了沿海省份的強烈恐慌。如今，寧波市的细菌疫区原址上耸立着一尊紀念碑，上面刻着這段沉痛的歷史以及在這段歷史中遇難者的名單。紀念碑的正面時刻提醒着路過它的每一位中國人：勿忘國恥，立志圖強。